男人正在专心地看书，女人优雅地在他对面脱掉外套，然后坐下，一双雪白细长的美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书中的颜如玉终究抵不过眼前的春光，男人视线顺着向上看了一眼，又羞涩地低下头。他摘掉眼镜，开始解下脖子上的围巾，举手投足间都在展示自己妖娆的身材。女人突然俯下身说，自己领口的拉链卡住了，请求男人的帮助。男人没有丝毫犹豫，他绅士地帮女人解围，紧张的神情显露无遗。这一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却能引人无限遐想。女人把外套放进行李箱，此时男人的心思早已不在书上了。女人告诉他自己想喝杯奶茶，话语中还带着一点撒娇，让男人无法拒绝。男人贴心地端来一盘奶茶与食物，两人的距离感瞬间被拉近。在火车上吃着午餐，开始认识对方。男人叫阿乐，是个穷困的老实人；女人叫苏菲，一个神秘的富婆。阿乐把自己的衣服递给苏菲，接着他枕着阿乐的衣服睡着了。火车到站后，苏菲邀请阿乐共进晚餐。能踩到这样的桃花运，阿乐自然不会拒绝。就这样，两人一路来到了一家豪华酒店。没见过世面的阿乐好奇地东张西望，而苏菲就在一旁别有深意地看着。之后两人一起游泳、晒日光浴、吃烛光晚餐，然后在法国浪漫的街边散步。阿乐看到苏菲手上戴着一块男士手表，他好奇地问了一句，没想到苏菲直接摘下手表，大方地送给他。阿乐想要拒绝，可女人却直接给他戴在了手上。回到酒店，两人在阳台上热吻，而这一切都被楼下的男人看在眼里。接着苏菲表情严肃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只留下了阿乐。他一个人在卧室外早兴地喝着闷酒。阿乐翻看着苏菲送给自己的这只手表，在背面发现一个男人的名字东尼。阿乐瞬间明白，可能自己只是一个用来疗伤的备胎吧。第二天早上，阿乐被一阵急促敲门声吵醒，他透过门镜观察，门外是两个陌生男人，他们拿着房卡就要强行闯入。阿乐赶紧反锁了房门，就在外面的人要打开锁闯进来的时候，阿乐吓得急忙躲进柜子，谁知对方还拿着手枪，显然这不是单纯的恐吓捉奸。阿乐瞅准机会夺门而逃，他光着脚跑到大街上，但身后的杀手紧随其后，他急中生智藏在车底才算躲过追杀。之后阿乐到警局报案，说自己被人追杀，警察半信半疑，给他找来衣物。而此时男人看到墙上的一张通缉令，上面的名字正是东尼。因为男人在逃跑的时候受了伤，警察把他送去医院检查。夜晚，阿乐发现杀手的车又出现在附近，趁着夜色，他立刻穿好衣服偷跑了出去。来到地下车库后，突然远处一束强光照过来，阿乐吓得赶紧逃跑，汽车疾驰而来，把他逼到无路可退。突然停下，原来是虚惊一场，车上坐的正是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女人苏菲。阿乐上了他的车，追问他为什么会被卷入追杀。苏菲告诉他两人在酒店的亲密举动，被杀手误认为自己就是东尼，于是苏菲把他带到一个老房子里，让他在这里暂时避风头。说完就准备离开，而阿乐却问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。苏菲以为男人应该已经明白，火车上的偶遇并不是巧合。东尼是苏菲的男友，是个洗钱专家，最近拿走一笔赃款后，连人带钱失踪了，黑白两道都在找他。而阿乐被追杀，就是因为阿乐和东尼的身形相似，苏菲才故意接近他，而被当成了替罪羊。得知真相的阿乐并没有生气，问苏菲这么做值得吗？女人不说话，转身走了。苏菲拨通了东尼的电话，两人约定好见面的时间。到了第二天，苏菲到了约定地点等待东尼的出现，而阿乐却突然出现，把苏菲吓了一跳。苏菲一脸无奈地离开，而阿乐却对她死缠烂打。他飞快地上了一辆公交车，这时候阿乐却突然被便衣警察的人给带走了。这个警官给阿乐看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女人穿着军装，英姿飒爽。原来苏菲也是警察，是被安插在东尼身边的卧底，现在也只有靠他才能找到东尼。为了不让阿乐捣乱，这次行动警官把他带在了身边。外边的狙击手正在瞄准豪宅里的女人，而苏菲则被东尼吞掉赃款的黑帮老大组织团团包围。为了逼问出东尼的下落，杀手上前就是一巴掌，苏菲被打倒在地。外面的警官依旧稳如泰山，继续按兵不动。他们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等待那个携巨款潜逃的东尼出现。而此时警察发现阿乐不见了，他没有办法看着心爱的女人身处险境而无动于衷，单枪匹马跑进豪宅。杀手迅速制服阿乐，倒在地上的两人深情对望。为了救女神，阿乐说他自己就是东尼，苏菲叫喊着说他不是东尼。黑老大不为所动，相信这个男人就是东尼。
就在准备灭口的时候，外面的狙击手开始行动，将黑老大一枪毙命。双方展开激烈的枪战，枪林弹雨中，阿乐为了保护苏菲，不顾自身安危，把她护在了自己身下。最终杀手也被逐一击毙。虽然这次东尼抓捕计划落空，但是好在苏菲安然无恙。经过此事，苏菲对阿乐开始充满好感，但是她心里想的更多的还是自己的男友东尼。阿乐擦去她脸上的泪水，扔掉了苏菲身上的窃听器，凑在她的耳边说：“原来他就是东尼。”苏菲不敢相信，反复抚摸对方的脸部轮廓，确定眼前的人就是苦苦寻找的男友。是的，他整容了。苏菲不忍心抓捕他，让他赶紧离开这里，然后转身跟警官复命。警官拿给他一个账本，上面记录着东尼卷走的这批巨款的位置。苏菲转过头，看到阿乐正在做笔录。没错，账本是他刚刚放在那里让警察发现的。苏菲看到眼前的男人，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最后两人驾车一同离开了这里。这部浪漫曲折的爱情故事来自法国电影《逃之夭夭》，影片结构恰到好处，拍得波澜不惊。男主整容当作备胎试探女友，通过最后一个笑容证明女友对男友的爱也是一往情深。好了，电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记得点赞关注一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